学们，大家好，欢迎观看 Universal Design Application。在这一堂课中，分为了5个章节。第一个章节为通用设计的介绍，第二个章节为7大原则，第3章节为程序的步骤，第4章节为产品审查，最后一节为实际的案例介绍。在这一堂课中，可以知道通用设计的应用和观念，可以运用在环境、产品和讯息传达上，并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以及帮助。希望你们会喜欢。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什么是通用设计。通用设计又名全民设计、全方位设计或是通用化设计。在学术领域中 ，Universal Design 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共同性设计。它是一个无需改良或是特别设计就能为所有人使用的产品、环境，例如公共设施、学校、公园、购物商场以及讯息传达。在电子系统上，指的是任何创造界面上的服务或系统的电子化程序，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们。而通用设计是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使人可以方便使用，而这些人大致分为了一般使用者、小孩、孕妇、老人或者残障者。不管年龄大小、能力的强弱、残疾者和其他弱势族群，在使用情况及需求，不仅考量使用者的使用情形，还必须顾虑到使用者使用时的心理感受。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要求，并不会只针对弱势族群而做的设计，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有良好的感受。例如，在捷运上看到的博爱座，它不单单给孕妇、残障者或者老人坐，既可以跟一般使用者的座椅相同使用，但是当有看到相关有需要的人，就必须让位给这些需要的人使用。所以通用设计是可以接受任何人的特殊体态，例如有胖的有瘦的，体力好的体力不好的，以及在精神上有问题的，或者是智力好或是能力不足或是五官有残疾者都可以使用的产品、环境或者讯息传达。在2005年，美国残疾法通过通用设计的定义条例：一、环境的设计和组成，以便它可以被访问、理解和使用；二、尽最大的可能；三、以最独立和自然的方式。第一是环境的设计和组成，以便它可以被访问、理解和使用，以尽可能最大限度去做设计。能不被限制就不要被限制，可以让所有人使用就做到能让所有人可以使用的产品、环境和讯息传达，并且在使用产品时用最自然的方式开启或者使用，像是按钮的颜色的认知，认为红色是警告，绿色是正常，以大多数人的认知以及习惯来呈现设计的方式，也无需特别为了相关残疾人员或某种特殊族群去做修改或是辅助的装置。第二是电子系统的创建、服务和系统的过程都是可以方便于任何人使用。Mac 总提出的用户金字塔模型，可以看见图片上的呈现，最上层为严重残疾人士以及需要协助帮助的人，中间层为行动力较缓慢者，最下层为身体健康的人和轻微残疾人士。通用设计使用者涵盖这3种层级的人，并且由下至上去做设计。在设计中，不能完完全全的每一个层级的人纳入设计范围，但却必须达到最下阶层的人所使用，这样才能有效实施通用设计的理念。通用设计旨在为所有用户提供适当的元素，并且与无障碍设计和所有设计以及包容性设计这些术语通常可以互换使用。而 Brian Chin 和 Hairline 他们将它称为包容性设计方法。图表说明了4种方法的主要特征。
包括通用设计、无障碍设计、所有设计和包容性设计，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以及优点和局限性。希望你们听完了这影片，对于通用设计有进一步的了解。下个章节是通用设计7大原则的定义。感谢你们的观赏，谢谢。